球上的生物灭绝时间会不会跟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这个不同位置有关？那毕竟太阳系绕银河系一圈至少需要2.5亿年的时间，那么转到不同的位置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环节，这会不会影响到地球上的生物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吧？那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就对已知的10次灭绝时间进行了分析统计，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地球上陆生动物的灭绝周期是2700万年。这些灭绝事件和历史上地球发生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以及火山喷发等一些灾难性事件的时间是相吻合的。古生物学家还认为，海洋生物的灭绝时间也跟陆生生物的灭绝时间是相关的，而海洋生物灭绝事件的周期是2600万年，时间基本上和陆生动物是一致的。所以科学家根据太阳在银河系中的运动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隔2600万年到3000万年由于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就导致了太阳系自身的小天体的轨道它不稳定会在地球上出现周期性的彗星阵雨。这些小天体对地球的撞击就导致了周期性的灭绝事件。那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威胁大家非常的清楚，巨大的冲击力会带来全球性的地震、火山喷发，以及铺天盖地的尘埃会遮挡这个阳光照射大地的，会给地球带来长时间的寒冷还有黑暗期。那与此同时，不受控制的野火、酸雨、臭氧的损耗会逐渐的导致生物灭绝的。那比如上一次小的灭绝事件就发生在725万年前。如果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人类现在还有2000万年的安逸时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次的灭绝事件都是像我们已知的那5次大灭绝事件那样严重，造成了全球75%以上的物种消失。也有一些小的灭绝事件，它同样会给地球的生物带来一些灾难。所以说，有关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会给地球上的生物带来威胁，这种说法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对这件事研究的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太阳绕银河系一圈至少需要2.5亿年的时间，人类现在研究银河系才不过短短的400来年的时间所以说有些事情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好，那下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我们的银河系从人类仰望星空开始，我们就在黑暗的夜空中看到了一道横跨天空的恒星密集区域，这里的星星数量明显要多于其他的地方，还得更加的明亮。那么除了密集的恒星以外，我们还能看到有一层黑色的薄雾笼罩在恒星的周围。那中国的古人就形象地称之为银河，像在天空中流淌的一条河一样。在古老的印第安人的传说里，天空中的银河是通往天堂的道路，是死者在路上休息的时候点燃的篝火形成的。黑色的薄雾正是篝火的烟雾可以看出人类的想象力确实非常的丰富，解释的也很合理那现在我们知道，天空中的银河是我们太阳系所处星系的主体部分，所以我们的星系现在就会成为银河系那么银河系是由中心突出的银河、边缘较薄的银盘组成的，所以说银河系像一个圆盘，但这个圆盘的直径它达到了10万光年，边缘较薄的地方的厚度至少也有3000光年。太阳系所处位置的厚度按照恒星的密度来说，至少有6000光年。如果按照气体云的这个区域厚度来说的话，这个厚度可以达到6000光年到1万光年，因为气体它比较弥散，对吧？它可以延伸到很远的距离。那么越靠近银星，它的厚度会不断的增加。银河系银星处的厚度，就恒星密度可以达到12000光年。所以说，看似是个盘，其实它非常的厚。那从银河系的正面俯视图可以看出，它有4条清晰对称的悬臂，有这种结构的星系称为螺旋星系。但是银河系的中心还有一个明显的棒状结构因此银河系是螺旋星系中的棒旋星系。那么4条悬臂有2条和这个棒状结构的末端是相连的，这2条悬臂就是人马臂和锯齿臂，是最大最主要的2条悬臂。而我们太阳系所处的猎户臂只不过是英仙臂和人马臂之间衍生出来的一个非常小的支臂。从太阳所处的悬臂上看，还有太阳和银星之间的距离2.4万光年上看，太阳至少在银河系的3环以外。由于距离银星越远，物质的密度越低，恒星形成速度也会减慢的，这就给我们的太阳系带来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生存环境像是在银星附近由于引力非常强，常常会爆发能量非常大的事件，比如这个超新星爆发白矮星中子星合并，甚至是黑洞的合并等等，这些事件会发生的非常的频繁。那么这些事件对生命来说都不友好，所以说太阳处在郊区，那么对生命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不过当你看了银河系的悬臂结构，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恒星它总是处在一条悬臂上，这种悬臂结构在自转的时候，由于靠近悬臂中心的部分和边缘相比，它的自转角速度更大，
这就导致了悬臂像拧麻花一样会越缠越紧的，对吧？但真实的情况是银河系转得好好的，没有被拧成麻花啊，就是说越收越紧啊，越收越紧啊，这咋回事？那原因在于银河系的自转并非是像钢体一样，而是像流体，就像水一样。我们知道水分子组成了水，恒星组成了银河系。当你用手搅动水面的时候，水面也会出现波纹状的螺旋结构，这个结构可以一直稳定的存在下去，因为水分子并不是固定在一个波上，而是会发生移动，所以水的螺旋结构可以稳定下去，并不会越缠越紧。那么相应的，银河系悬臂上的恒星并不是固定的同一批，其中的恒星也会进进出出，所以悬臂并不会越缠越紧啊。所以说悬臂它只是物质密度相对集中形成的图案而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啊。那么你现在看这个图片，你就可以能够明白啊，恒星的运动在银河系中像上图一样，它会周期性的进出密度较大的区域，也就是悬臂，然后又会走出悬臂，进入密度较小的区域。那么整体来说，它依旧是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这个银河系的中心公转。所以我们的太阳在公转的时候，也就在猎户臂上进进出出啊。那么科学家估计，太阳大约每3000万年在银河系拥挤的悬臂上，这个平面上会循环一次啊。拥挤的悬臂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例如巨大的引力射动会导致太阳系外围的奥尔特云中的天体脱离它的轨道，进入内太阳系，对地球造成威胁的。还有宇宙中的流浪行星、恒星和矮星它们也会有一定的几率从太阳系的身边，甚至是太阳系的内部穿过的。这样就会影响太阳系的行星还有小行星的轨道稳定，这也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说，像最新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地球上的灭绝事件也许真的跟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是有关系的那么不过我们目前并不是特别的确定这件事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